楚风，你说这些是为何意？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却忽然说这种话，难道是害怕了不成？然而就在这时，一股异常强大的气息忽然自那岩洞之中席卷开来，毒万物的气息竟再度增强，并且它增强了，还不只是1星半点那么简单，是非常之强。他的战力已经无限的接近了半地巅峰。紧随其后的一声巨响传来，毒万物已是自那岩壁之中飞掠而出，再度站在了楚风的身前。此刻的他与先前并无两样，甚至胸口那被楚风一拳打穿的血窟窿还未愈合，仍在那里。但是毒万物的手中却出现了一个紫色的葫芦，这葫芦可不是寻常的葫芦，足有1米长。葫芦不仅大，上面不仅刻着道道的纹路，以及9条黑色的大蛇，并且葫芦之中散发着强烈的地威。毒万物的战力之所以增强，能够无限的接近半地巅峰，全都是靠着这个葫芦。这葫芦是一件半成地冰，并非仿造品，而是真正的半成地冰。怕，那你可真是想多了。我只是说清楚我来此的目的而已。既然你不想与我好好谈，那我也只能继续用武力来与你沟通了。楚风微微一笑，说话之间，掌心一翻，青红剑与紫红剑2把半成地冰便出现在了手中。2把半成地冰一出现，顿时2股磅礴的气息席卷开来，方圆千里之内，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这股强大的气息，尤其是毒族之人，更是被这股地威震得连连后退，甚至修为弱者更是口吐鲜血，身负重创。你竟然能够同时使用2把半成地冰！看到楚风手中的青红剑与紫红剑，毒万物也是眉头紧皱，他真是没有想到，他亮出了一件半成地冰之后，楚风竟然亮出了2把半成地冰。要知道，半成地冰非常厉害，但也正因为半成地冰的厉害，所以同一个人往往是很难驾驭的了。2把半成地冰的，而眼下楚风竟然做到了，这更是表明了楚风的强大。怎么，你是怕了？楚风笑着问道。怕？我毒万物的字典里就从来没有过怕这个字。毒万物冷哼一声，随后手中过的葫芦对准楚风，只听得一声怒吼响起，一条暗黑色的大蛇便自那葫芦之中爆射而出。那大蛇一出，顿时天地色变，风起云涌，一股龙威也是随之乍现，向楚风发动了凶猛的攻势。面对这条暗黑色的大蛇，楚风则是赶忙四下闪躲，他并没有立即反击，而是仔细的打量起来。这个模样，莫非是妖蛟王兽？忽然，楚风眉头紧皱，因为眼前这条暗黑色的大蛇，并非是真正的大蛇，而是一条妖蛟。可是又非寻常的妖蛟，楚风觉得这很可能就是临阵5之圣土的妖蛟王兽。你倒是有些眼力，我这葫芦可不是寻常的半成地冰，是当年我族老祖炼化了妖蛟王族中最强的9条妖蛟王兽的神石炼制而成。毒万物解释道，果然来历不凡，但与我这青红剑与紫红剑相比，怕还差了一大截。楚风一笑，手中的青红剑与紫红剑同时挥动，青紫交加的2道斩击便猛然飞掠而出，稳稳地落在了那妖蛟之上，将其斩断开来。不过那妖蛟被斩杀之后，毒万物却是冷哼一声，手中的葫芦一颤，竟又连续掠出9条妖蛟，向楚风发动了进攻。9条妖蛟并非是胡乱攻击，而是形成了一种攻击阵法，分工明确，攻守兼备，不断的向楚风发动奇袭。这一刻，哪怕楚风也是忍不住赞叹，毒万物的这个葫芦还真是不简单，这果然与寻常的半成地冰很不相同。这不像是一个单纯增强战力的兵器，更像是一个随身携带的强大阵法。但楚风有青红剑与紫红剑2把大剑在手，又岂会惧怕这所谓的妖蛟阵法？楚风手下的动作越来越快，那青紫光刃也是越发凌厉，眼前的妖蛟眨眼之间便被楚风尽数斩杀。可是楚风明明已经斩杀掉9条妖蛟，可是那葫芦之中竟再度出现9条妖蛟，而哪怕楚风再度斩杀，那葫芦之中的妖蛟也会再度出现，就仿佛那妖蛟根本不是9条，而是无穷无尽，永远也斩杀不完。楚风，没用的，就算你手中的剑再强，能够斩杀我的妖蛟，可你却永远也斩杀不光他们。这样耗下去，你的体力再强，也早晚会被消耗一空。毒万物说道。是吗？我有一个办法，可以立即分出胜负。楚风说道。你是想擒贼先擒王，直接对我出手是吗？如果真是这样，我只能说你是打错算盘了。我毒万物不是傻子，不会站在这里让你来杀我。毒万物说话之间，身体竟然开始颤动，与此同时，一种特殊的气息也是散发而出。忽然之间，毒万物身形一动，顷刻之间竟围绕着楚风跑了一圈，出现在楚风之外的各个方位，速度之快简直令人啧舌。此乃的尽瞬移术，凭借这个武技，你休想碰到我。展示一番之后自己的速度后，毒万物还不忘挑衅楚风一番。原来如此，除了用毒之外，你也掌握着一些不错的武技。不过你真的能够确定话到此处？楚风的嘴角忽然掀起一抹微笑，随后楚风竟然忽然消失不见，再度出现之时，已是来到了毒万物的身后，轻笑道：我追不上你吗？该死！发觉楚风已经来到自己身后，毒万物赶忙身躯一动，便想要施展的尽瞬移术，尽快逃脱。可是他还未施展开来，便感觉身体一痛，青红剑已是刺入了他的体内。楚风出手的速度比他还快，而当青红剑刺中毒万物的同时，楚风右手的紫红剑亦是猛然挥动，只见唰的一道血光掠过，毒万物那抓住葫芦的手臂已被楚风斩断开来，手臂被断，那葫芦也是飞落而下，落地之后，正向楚风扑来的9条妖蛟也是烟消云散。看来胜负已分了。毒万物，你是想怎么死呢？楚风说话间，将紫红剑对准了毒万物的脑袋，嘴角依旧挂着淡淡的笑意。楚风大人，手下留情啊！眼见着毒万物大势已去，毒族之人则是纷纷自岩洞之中奔跑而出，在修远长老等人的带领下，纷纷跪倒在地上，对着天际之上的楚风磕头作揖，替毒万物求情。
士可杀不可辱，都有点尊严，不要辱没了我毒族的名声。毒万物冷声喝道。而他此话一出，那些毒族之人也是赶忙停止了求饶，但却依旧跪在地上，不肯站起身来。你倒是有骨气，但你想没想过，我若是灭了你毒族，那留下的尊严又有何用？楚风说道。你究竟想怎么样？听得此话，毒万物顿时身体一颤，就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显然楚风这句话点在了他的死穴之上。2个条件，第一条，不需再欺压此处的村民，让他们恢复自由之身，不再为你们效劳，好歹他们也是你们的同乡，你们把他们当奴隶一般对待，也实在是太过分了一些。楚风说道。那是祖上传下来的规矩，我不能改。毒万物说道。你还真是倔强，看来对于你来说，所谓的规矩比毒族的兴亡还要重要。楚风说道。我说了，士可杀不可辱，祖上的规矩，身为后人没资格改，你要杀就杀。我毒万物若是皱一下眉头，就是你儿子。毒万物话到此处，已是做好了必死的决心，要杀就杀。我毒族之中没有怕死之人。见毒万物已是如此，毒族之人也是一同说道。说话之间，竟纷纷站起身来，他们竟与毒万物一样，都做好了必死的决心。面对这样的毒族之人，楚风则是微微一笑，说道：莫非你们真的觉得我楚风不敢杀你们？楚风说话之间，眼中也闪过了一抹寒意。他的第一个条件，毒族之人已是拒绝，那他的第2个条件必然也会被拒绝。毕竟他的第2个条件可是要拿走火仙奥义术，他们连毒魔定下的规矩都不愿意改，怎么可能把火仙奥义术交给楚风？所以楚风知道他已经没办法与毒族之人商谈了，而正因如此，才让楚风很是为难。其实楚风可以不杀他们，但是楚风早晚是要离开此处的。若是楚风不杀毒族之人，只是用手段束缚住他们的话，万一毒族之人日后破开了楚风的束缚，那倒霉的可是狗蛋他们。但毒族毕竟是毒魔的后人，他们能活下来也不容易，并且楚风很欣赏他们的风格。楚风并不想灭掉这个有亲情有血性的种族，一时之间，楚风也是不知该如何是好。这位小友，还请手下留情，为我毒族留条活路。可就在这时，一道苍老的声音忽然自岩洞之中传来。这个声音响起之后，莫说楚风，就连毒族之人也是一愣。而就在那声音落下之际，一道道缓慢的脚步声也是开始响起。这一刻，楚风忍不住动用天眼观察起来。这一看不要紧，楚风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那是一个老太婆，长得非常的老，身上的皱纹数不胜数，牙齿和头发都掉光了，走路也弓着个腰，那模样就像从棺材里走出来的一样。这个老太婆的年纪那可是相当之大，估计活不了几年就要老死了。但是最让楚风郁闷的是，这个老太婆现在不但没死，并且她的修为竟然是一位武帝。这毒族之中竟然还有武帝强者，那村里头哪个大嘴巴说毒魔之后毒族之中再无武帝的？此刻这老太婆不是武帝又是什么？不过仔细想想，楚风倒也能够理解，村民连毒族之人居住的地方都不敢靠近，又怎么知道毒族之中到底有没有武帝强者？您是？就在这时，那位老太婆自岩洞之中走了出来，而看到这位老太婆之后，毒族之人竟也是一脸的吃惊，那个模样好像连他们也不认识这个老太婆。老太太，我闭关太久，已经没人记得我了吗？不过我可认得你们，你们可都是我看着长大的。那个老太婆哈哈一笑，随后问道：我名毒香玉，可还有人记得？毒香玉，竟然是毒香玉大人，您竟然还在世，我等拜见毒香玉大人。得知这老太婆的名字后，毒魔族人不仅赶忙跪倒在地，很多人更是痛哭流涕，激动得不得了，仿佛就像在做梦一般，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就连楚风身前的毒万物，此刻眼角之上也是变得湿润起来。这一刻，楚风明白了，显然这个老太婆在毒族之中也是一位老祖级的人物了。闭关太久，想必同时代的人都已死去，剩下的后辈们都以为她已经不在人世了。但这个叫做毒香玉的老太婆，显然在闭关之时也注视着毒族的变化，对于毒族的情况很是了解，甚至就连楚风来到此处之后发生的事，她也了解，否则她不可能叫得出楚风的名字，还让楚风手下留情。但是不管怎么样，此刻楚风都很是不安，毕竟这位是毒族之人，并且还是一位武帝，楚风再强，显然也无法与武帝抗衡。想到此处，楚风将青红剑自毒万物手中拔出，将2把半成地兵都收了起来。与此同时，也是将自己的雷霆铠甲以及雷霆羽翼收起，将修为恢复到了2品半地的境界。楚风已经不打算再继续斗下去，这倒并不是楚风胆小，不敢拿毒万物威胁着老太婆，而是在武帝的面前，他真是没有抗衡的能力。若是楚风敢拿毒万物当人质，要挟这毒香玉，那未免太不自量力了。毕竟武帝的一个念头就能取走楚风的性命，所以楚风现在要做的还是之前的套路，那就是和平解决此事。这位前辈，想必先前的一切您也都看到了，我来此处本无恶意，多多相逼的乃是你毒族之人。楚风尽管内心不安，可说话之时却是不卑不亢，表现得很是淡定。这位小友，先前发生的我都看到了，你的确没有什么错，是我族人不对。老太太微微一笑，随后对族人说道，还不向楚风小友认错。听得此话，毒族之人也都很是意外，想不通他们这位香玉大人为何不为他们撑腰，反而为楚风撑腰。但是这位香玉大人毕竟是老祖级的人物，他们哪里敢违背，纷纷向楚风认错。就连毒万物也是对楚风低下了头。对于这一幕，楚风也很是意外，一时之间他不明白这个毒香玉究竟是何打算，究竟他真的是识得大体之人，还是说他另有算盘？楚风小友，请吧。毒香玉笑眯眯地对楚风说道，那个模样倒是很和善。至于楚风，其实很不想进入这岩洞之中做客，可是他知道他就算想走也走不了，无奈之下只能进入其中。
而进入岩洞之后，楚风先被安排到了一处比较大的客厅之内，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虽然只有一人，但是毒族还是为楚风准备了点心。楚风也没客气，折腾了这么多天，看到美食岂能不吃？若是让狗蛋他们看到楚风敢大口大口的吃毒族送的点心，估计都会被吓疯。可是楚风却不怕，连毒万物的天赐神毒都奈何不得楚风。难道毒族其他人下的毒，楚风会被毒到？更何况楚风坚信毒族之人不敢在这点心之中下毒，毕竟下了也是无用。过了好一会，毒香玉才带着毒万物走进来。显然他们两个应该已经沟通过，不然毒万物不会对楚风的敌意减少了那么多。而毒香玉出现后说出的第一句话，让楚风有些意想不到，可却似乎又在意料之中。楚风小友，我不喜欢卖关子，就见门开山的说了，有一件事还希望你能帮助我们。毒香玉说道，前辈有话不妨直说。楚风笑着说道，实不相瞒，当年我族老祖一代毒魔来到此处，在天上地下四面八方都布下了这毒物阵，想必你也知道，为的是提防老祖的大敌，也就是三府。可是你有所不知的是，那毒物阵不仅防了外人，却也防了我们毒魔之人，外面的进不来，我们里面的也出不去。而当初老祖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另有他意。他觉得若是他的后人连这毒物阵都破不开，就没资格去五之圣土闯荡，更没资格去会三府之人。事到如今，足足15000年过去了，其实我族之人早已习惯了如今这种安逸的生活。但是万物它是我族自老祖之后少见的用毒奇才，尤其他的天赐神力竟也是一种毒，这十分罕见，并且十分难得。在我来看，万物的出现简直是上天对我毒族的恩赐。我不想他在这谷底平凡的度过一生，想让他回到五之圣土见见世面。毒香玉说道，敢问前辈，你的意思是说连你们也无法破开那毒物阵？楚风问道，的确破不开，这么多年了，曾有不少五之圣土之人闯入毒物阵，全都死了。而我毒族之人其实也有很多想闯过毒物阵去五之圣土，但也都死了。提及此事，毒香玉也是苦笑一声，那前辈我能帮到什么忙呢？楚风问道，我希望你能带万物出去。毒香玉说道，我带他出去。听得此话，楚风也是眉头一皱，说道，前辈我是怎么自毒物阵中闯进来的，我自己都不清楚，我能否再安然出去更是个未知数，怎么可能带着毒万物也一起出去？楚风小友，自打你来到此处，我便发现你了，一直在暗中偷偷的关注着你，你乃百毒不侵之体，我敢保证那毒物阵绝对伤不到你。毒香玉说道，可是就算我真是百毒不侵之体，我只能保证自己无事，怎么能带着毒万物一同出去？楚风问道，这点你不用担心，我有一个方法能够让你带着至少2个人出去，不过只需带万物1人出去便可。你也放心，这个忙我不会让你白帮。之前你说的事情我已经和万物商量过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当初老祖定下的规矩也是为了我毒族着想，所以我和万物决定破例一次，让那些村民可以让他们恢复自由，与我毒族之人在谷底和平共处。至于我毒族之人修炼所用的毒药，由我们毒族之人自己来种植。但是我知道楚风小友还有第2个条件，不知道这第2个条件是什么？毒香玉问道。第2个条件，我希望能够得到火仙奥义术。楚风说道，你休想！听得此话，毒万物顿时大怒。万物，但是毒香玉倒是颇为冷静，淡淡的看了毒万物一眼。见状，毒万物才再度坐下，只不过脸上依旧有着难以掩饰的愤怒。这毒万物虽然沉默寡言，倒也是个真性情之人，不擅长伪装自己的情绪。楚风小友，其实我早就猜到你会有这个打算了。你身怀5种秘籍，其中1种我若没有猜错，便是水仙奥义术吧？毒香玉说道。水仙奥义术是与火仙奥义术齐名的秘籍。听得此话，毒万物也是一愣，面露吃惊之容。虽然他感受到了楚风身怀5种秘籍，可却没有想到那其中1种会是与火仙奥义术齐名的秘籍。然而这倒也不能怪他，毕竟他连火仙奥义术是什么样子的都没有见过，又怎么会知道何为水仙奥义术？但是现在听到这个名字，他也是能够想象得到，想必楚风所施展的那个由水化成人的秘籍，应该就是水仙奥义术了。前辈好眼力，楚风笑着说道，但却也正面回答了毒香玉的问题。而见楚风应下，毒万物脸上的吃惊之色更浓，看向楚风的目光也是更为复杂。其实我也只是猜测罢了。毒香玉淡淡一笑，说话之间站起身来说道，其实火仙奥义术你若想要可以给你，只是火仙奥义术自老祖之后便无人可以得到，想拿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楚风小友若有兴趣，倒是可以一试。不过我提醒一下楚风小友，那火仙奥义术所放的地点，我毒族之人可以任意出入，可是外人进入其中便是危险重重，因为那乃是我毒族的第一禁地——传承走廊。毒香玉说道，若是前辈真的愿意让晚辈将火仙奥义术带走的话，晚辈自然愿意进去一试。楚风笑着说道，这么多年了，我毒族之中没有1人能够获得火仙奥义术的认可，哪怕连万物也是不行。话到此处，毒香玉看了毒万物一眼，而毒万物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些许失落之色，显然未能征服火仙奥义术也是他心中的一个遗憾。秘籍择人而栖，若是楚风小友能够征服火仙奥义术，说明我毒族之人已无人配拥有它，将它继续留在我毒族，反而是辱没了这一无上秘籍，倒不如让楚风小友带走，在五之圣土重现它之光彩。毒香玉继续说道，前辈倒是开明，不知那传承走廊在哪？前辈准备什么时候带我去？楚风问道。他迫不及待的想要见识一下火仙奥义术，现在便可。毒香玉说话之间便为楚风引路，楚风身后相随，毒万物也跟了过来。在毒香玉的引路下，
楚风来到了进入了这岩洞的最深处，眼前已是尽头。可是独香玉却取出一把钥匙，钥匙一出，那墙壁竟然开始缓缓移动。龙纹棘、黄袍界灵师，这墙壁在开启之前，楚风并未发现异常，但是在开启之后，一股浓郁的龙纹棘结界之力便散发而出。这一刻，楚风知道，看来当年纵横武之圣土的毒魔，不仅是一位用毒高手，原来也是一位龙纹棘黄袍界灵师。而当那墙壁开启之后，浮现而出的便是一个深邃的走廊。这走廊之中弥漫着浓郁的毒气，那毒气不止一种，但皆是杀人之毒。透过那毒气，楚风也能看到走廊两侧记载着不少武技以及用毒之法，想必这就是毒族的传承走廊了。楚风小友，传承走廊之内有机关，非我族人进入其中，机关便会被触发。你把这个放在体内，便不会触发那些机关。毒香玉将一个玉佩递给了楚风，要放入体内吗？楚风问道。唯有放入体内才会有效。楚风小友还是听我的吧，毕竟那都是老祖布置的机关，我知族人未曾触发过，也不知道那机关究竟有多危险。但想必老祖布置的机关绝对不会简单的。毒香玉劝道。晚辈明白了。楚风知道毒香玉是为自己好，也知道毒香玉是怕自己死，毕竟楚风死了，毒万物也就没办法去武之圣土了。所以楚风也未犹豫，直接将这玉佩硬生生的塞入了自己的身体之中，将他物塞入体内，要穿过皮肉，会流鲜血，自然很痛。可是楚风却若无其事，因为这点疼痛对于楚风来说，简直就跟挠痒痒差不多。楚风小友，机会我给你了，不管成败，你可都要帮我毒族。毒香玉嘱咐道。晚辈明白。那前辈，晚辈可以进去了吗？楚风问道。祝你好运。毒香玉点了点头。楚风径直地踏入了传承走廊之中，并且一直向深处走去，因为他知道那火线奥义术位于这传承走廊最深处。香玉大人，并非晚辈质疑您的决定，只是我想知道，若是这楚风真的能够征服这火线奥义术，这火线奥义术真的要让他带走吗？楚风走后，毒万物对毒香玉问道。火线奥义术哪里是那么好得到的？想必你也进去过，应该知道里面的情况。毒香玉说道。晚辈知道，火仙奥义术拥有地威，当初晚辈进去之时，还未看到他，便被他赶了出来，连见一面的机会都没有，就别说让他归我所有了。毒万物感叹道。是啊，你也知道火仙奥义术是怎样的存在了，秘技非同寻常，虽然与人融合之后只是一种手段，可是在未与人融合之前，却是独立的生命体，并且强大的可怕。所以秘技择人而栖，若是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秘技怎么可能愿意放弃自己的自由，去化作他人的一个手段呢？尤其这火仙奥义术，当初老祖为了争夺它，可是费了不小的力气，他可以说是秘技之中非常狂傲的一个，寻常人根本入不了他的法眼。所以别看这楚风身怀5种秘技，但以我看，想要征服火仙奥义术，那也是难上加难，多半没戏。毕竟一位前辈去征服火仙奥义术之时，曾听火仙奥义术说过一句话：毒魔之后无人再配让他效力，毒魔后人想要征服他，乃是痴心妄想。毒香玉说道。可是香玉大人，楚风毕竟已经身怀5种秘技，万一火仙奥义术真的就归顺了他呢？毒万物问道。若真是如此，乃是天意，就让他将火仙奥义术带走吧。毒香玉叹道。对于毒香玉与毒万物的言论，楚风并不知晓。他一路前行，此刻已是来到了传承走廊的深处，前方已不再是毒气，而是熊熊燃烧的炙热火焰。那火焰密布了前方的走廊，已经封锁了去路。但是楚风却并未止步，而是继续前行。他知道火线奥义术已是距离他不远了。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股强大的威压自走廊深处传来，将楚风给震了回来。面对这股威压，楚风也是眉头一皱，因为他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那不是寻常的威压，而是地威。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再来打扰我的安宁。忽然，一道苍劲有力又满含怒意的声音自走廊深处响起。不对，你这小鬼！然而那声音刚刚落下，一道惊讶万分的声音也是随之响起。刹那间，那火焰开始翻腾，滚滚火浪开始自走廊深处向外翻滚。很快的，一道火焰巨人便浮现在了楚风的面前。那霸道的模样，那强大的气势，楚风想都不用想就知道，这位定然便是5行秘籍之一——火仙奥义术。眼下，火仙奥义术也在打量着楚风，越是打量他，越是吃惊。到的最后，他竟然难以镇定，以一种惊讶万分并且激动无比的语气说道：“小鬼，你的身上竟有水仙那个家伙，你也不是毒族后人，是怎么来到此处的？”火仙奥义术说这番话的时候，连声音都是变了。这位无上秘籍竟然也会激动，而显然，这让他如此激动的人便是楚风。前辈好眼力，不仅一眼看穿我不是毒族之人，竟也发现了我身上的水仙奥义术。楚风说道：“我在毒族这么久，你是否是毒族之人？我若还看不出来，那就白活了。至于水仙奥义术，与我乃是同根，我们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自然能够发现。话说小鬼，你既非毒族之人，又是怎么跑到此处的？莫非毒万物布置的毒物阵被人破开了不成？”火仙奥义术问道。毒物阵并未被破，一如既往地笼罩着此处，守护着此处。楚风回道：“那你是如何来到此处的？”火仙奥义术问道。此事说来话长，简单的说，我能来到此处，可以说是因缘巧合，是个意外。楚风说道：“这倒也算是缘分，你特意来找我，应该是想让我为你效力吧？”火仙奥义术问道。晚辈不瞒前辈，晚辈的确很希望能够得到前辈的帮助。楚风并未隐瞒，实话实说。小鬼，我也不瞒你，说实话，在毒万物之后，我还以为没有人配让我效忠于他，本想这样在孤独中度过一生，但是你的出现让我很是兴奋，因为以你的天赋，有着足够让本仙效忠你的资本，因为你的天赋比毒万物还要强得多。若不出意外，
你有成为一代帝王的潜力，而那是毒万物所无法做到的事。可是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五行秘籍很难共存。当初五行老祖创造我们5个，可是藏了一个秘密在其中的。这个秘密究竟是什么，我们也都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我们集于一体，便可解开这个秘密。而正因如此，五行老祖在我们5个身上加上了一种力量，这是无法共存的压迫力。寻常人莫说让我们5个人同时与它融合，怕是2个同时与它融合都很难承受。因为我们同时融合之时，那种压迫力真的不是寻常的灵魂能承受的。轻者灵魂受重创，修为停滞不前，重者当场爆体而亡，形神俱灭。这件事我绝对不是吓唬你，这么多年来可是发生过很多次的。其中最厉害的一人，也只是同时融合我们3个秘籍而已。虽然当时融合成功了，可是过了没多久，却也爆体而亡。所以你若想让我效忠于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我可以效忠于你，也很想跟你回到五之圣土，去见识一番新的血风血雨，可我也不想你因我而死去。火仙奥义术郑重其事地提醒着，看得出来他很中意楚风，否则不会对楚风说这么多。说到底，他是在乎楚风的生死，有爱才之心。前辈，多谢您的提醒。可是修武一途本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没有凶险就不是修武的世界。晚辈自信能够承受您与水仙前辈所产生的压迫力，不是晚辈自大。若是可以，我想将金仙、木仙、土仙也全部融入体内，做那远古之精，解开五行老祖留下秘密的第一人。楚风这话说得很是轻松，可说出来却是豪情万丈。楚风展现出来的不仅是自信，还有野心，磅礴的野心。好一个做那远古之精，解开秘密的第一人。听得楚风之话，火仙奥义术也是赞赏连连，夸赞道：“小鬼，你实在是太对本仙胃口了。你叫什么名字？”晚辈名为楚风。楚风抱拳施礼，显得很是郑重。虽然他天赋很好，可是毕竟如今很弱，让如此强大的秘籍效忠于他，乃是委屈了人家。可是这秘籍却愿意委屈自己，而效忠于楚风，单是这份心意，就值得楚风对其毕恭毕敬。楚风，本仙能够看出来，你绝非池中之物，早晚要纵横五之圣土。所以今日本仙愿意助你一臂之力，陪你纵横天下，闯出一片天地。火仙奥义术化到此处之际，便化作一缕流光，进入了楚风的眉心之中。楚风，还有一件事，我希望你可以帮我。然而就在火仙奥义术将要与楚风彻底融合之际，却又忽然开口：“前辈，您有什么事，但说无妨，只要是晚辈力所能及之内，一定会帮您完成心愿。”楚风说道：“其实这不是我的事，而是毒万物的事。当初毒万物选在此处，不是没有原因的。此谷之内孕育这一毒物，那毒物在此，有助于毒族之人种植毒药，修炼功法，增进修为。但这毒物也是危险至极。毒万物曾布置束缚阵法，来避免这毒物对毒族之人造成伤害。可是毒万物也说过，那毒物随时可能大成，化作人形，那个时候便会破开他所布下的束缚。因为那毒物，并且被困此处许久，被毒族之人消耗毒性，若是真的大成，难免会有杀性。若那一日到来，毒族将要大祸临头。虽然那毒物大成只是一种可能，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毒万物曾嘱咐于我，希望我能保护毒族。我守护此处已经1万多年，那毒物却始终未曾现身，想必是毒万物布置的阵法起了作用。但是凡事都有意外，如今我要追随于你，还是放心不下此处。而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位戒灵师，并且天赋不错，日后定然能够成为龙纹级黄袍戒灵师。所以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待得日后成为龙纹级黄袍戒灵师后，能来到此处，找到那毒物，再布束缚阵法，确保它不会伤害毒族后人。火仙奥义术嘱咐道：“前辈虽是秘籍，可却有情有义，此事晚辈应下了。不过前辈，晚辈还有一事想要请教前辈。”楚风说道：“有什么事情想知道，就快点说吧。我已进入你的体内，必须立刻与你的灵魂融合，否则对你对我都很不利。”火仙奥义术说道：“远古时期究竟为何模样？比起今日的五之圣土，孰强孰弱？”楚风问道。关于远古，传闻无数，没有一种说法得到验证，所以楚风很是好奇那个时期究竟是何模样的。远古时期那太遥远了，并且五行老祖乃是生自远古之末，未曾见到远古时期最鼎盛的年代。不过哪怕是远古之末，也是胜过今朝的五之圣土数倍不止。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方世界不过是坐井观天。远古时期常有人逆天而行，进入天外，试问如今可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修武一途，永无边境。楚风，你的路还长着呢，慢慢走吧。若是可以，我也想去天外一看，希望你能圆我此梦吧。话到此处，火仙奥义术哈哈大笑，而笑声过后便不再说话，连气息也是不见。这一无上秘籍已与楚风融为一体。先前他还是威风凛凛的火仙奥义术，但现在他只是楚风的一种手段。火仙奥义术已与楚风融为一体，楚风面色不改，气息不乱，并未感受到火仙奥义术所说的那种压迫力。楚风觉得火仙奥义术不像是在说谎，毕竟当初那个胖和尚也曾说过与火仙奥义术相同的话，想必五行秘籍不能同体，乃是确有其事。而眼下楚风却没有感受到压迫力，这便只有一种解释了：楚风的灵魂异常强大，单单是火仙奥义术与水仙奥义术2个秘籍还不足以对楚风造成压力。此刻楚风很是欣喜，想不到这么容易就得到了火仙奥义术，并且还没有对灵魂造成压力。所以楚风现在坚定了一个想法，那就是一定要想办法得到五行秘籍中剩下的金仙奥义术与木仙奥义术以及土仙奥义术。他非常想要知道五行老祖究竟留下了怎样的秘密。但我已经得到火仙奥义术了，不知你何时才会苏醒。
成功之时，楚风却又有所失落。换作寻常，会有蛋蛋与他共享此刻的喜悦，但是现在却没有。蛋蛋沉睡已有一段时间，楚风不知蛋蛋何时才能苏醒，但能够确定的是，在蛋蛋苏醒之前，楚风的心都会一直悬着，一直为其担忧。随后，楚风便原路返回，因为楚风收服火线奥义术的时间太快，所以看到楚风之后，毒香玉与毒万物都觉得楚风是失败了。楚风小友，看来就算是你，也无法征服火线奥义术啊。不过你也不必郁闷，毕竟这么多年了，火线奥义术都无人能够征服，想必这个世间已是无人能够让他为其效力了。毒香玉虽然是在安抚楚风，可是说话之间却是喜笑颜开，可以看得出来，楚风未能征服火线奥义术，他是非常高兴的。楚风自然能够看出来毒香玉心中所想，他也知道毒族之人其实还是不希望他能够带走火线奥义术。眼下毒香玉他们既然觉得楚风是失败而归，楚风自然也没必要告诉他们他已经成功拿到了火线奥义术。但是楚风却也没有回答，只是微微一笑，但是其中的意思只有他自己明白。不过毒香玉他们显然误解了楚风的笑意，还都觉得楚风是在默认他的失败。此刻尽管毒香玉有意掩饰自己的喜悦，可是目光中的喜悦之色还是变得越发浓郁了一些。人终究是人，哪怕活了近万年的老怪物，拥有逆天的实力，可也终究无法摆脱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这是人之根本。当然，也只有这样的特征，才能称得上是人。随后，楚风等人便再度返回了那座之前招待楚风的大殿之中。前辈，不知你所说的能够让我带着毒万物离开此处的方法，究竟是什么方法？楚风如今已经得到火线奥义术，他迫不及待的想要离开这里。这个方法很简单，是我毒族秘传的一种方法。通过这个秘法，你便可以带着至少2个人离开。不过这秘法需要一些材料，且这些材料很重要，我需要准备一下。毒香玉说道。大概要准备多久？楚风问道。1日时间足矣。毒香玉说道。这样的话，我可以先回村中一下吗？我想将你们要让他们恢复自由的消息告诉他们。楚风说道。这个当然可以。毒香玉笑着说道。我自己去说，怕他们不信，让毒万物与我一起去吧。楚风说道。我才不去。毒万物一口拒绝。你看这么没有诚意，让我如何相信于你们？万一我离开此处，你们就出尔反尔怎么办？楚风一脸怀疑的说道。万物去吧。楚风说的在理，他一个人空口无凭，怕是那些百姓不会相信。你去的时候多带一些人去，把修远他们也带着，这样再说那些百姓才会信。既然我们都答应了楚风小友，就要信守诺言，而这种事情也的确应该表现出一些诚意。你是一族之长，按理应该去。毒香玉说道。好吧，见毒香玉都开口了，毒万物也是不好拒绝。虽然他是一族之长，可是当毒香玉出事后，这毒族的真正掌管者变成了毒香玉，尤其毒万物又是敬重长辈之人，对毒香玉的话语更是言听计从。记住，态度好一点。临行前，毒香玉又嘱咐道。随后，楚风便带着毒万物他们来到了村中。起初，人们看到毒族大军后，吓得连滚带爬，都以为是楚风商谈失败，毒族来找麻烦了。但是，当楚风安然无恙地站出来，说明情况，并且毒万物亲自认证之后，村中百姓便顿时激动得痛哭流涕，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别提多激动了。神人，神人，神人！一时之间，神人2个字响彻于天际之上，被村民们不断呐喊着，就连狗蛋那些孩子也在呼喊着这个名字。楚风在他们的心中真的成了神，拯救他们的神，改变他们命运的神。换作寻常人，也许被人这样崇拜着，感激着，也许一种虚荣感会油然而生。准确的来说，这不能说是虚荣感，也可以说是自豪。其实楚风也有这种感觉，但是他更多的却是发自内心的替这些村民高兴。他觉得自己做得对，做得值。有人说，能力越大，责任便越大，强者就当锄强扶弱，替弱者鸣不平。楚风觉得这很对，他以前这样做，以后也会继续这样做。毒族的人走了，楚风便落到村中，村民们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凑了过来，把楚风紧紧地围在了当中。尤其那些小孩子们更是紧紧地抱着楚风，甚至往楚风怀里钻。其中最热情的就是狗蛋儿，抱也就抱吧，还不断地拿那大脸往楚风的身上蹭，蹭了楚风一身大鼻涕。一番热情的欢呼之后，楚风终于得以恢复了自由。楚风没有继续留在村中，而是在这毒魔谷游荡起来。他不是闲逛，而是在用天眼仔细观察。火仙奥义术曾告诉过楚风，这毒魔谷内有一毒物，那毒物很是利奥的。尽管当年毒魔已有结界将其封锁，但是这么多年过去，毒物变强，结界减弱，那毒物很可能也会破绽出。所以楚风想先观察一下那毒物究竟在何处。尽管毒物与天地奇物不同，但是楚风的天眼能观风水变化。按理来说，楚风那毒物藏得特别隐秘，否则楚风仔细观察，自然能够寻得它所在之处。找到了，经过一番准确的推敲，楚风终于寻得了那毒物所在之处。于是楚风便遁入地底之中，想要近距离的观看一番。糟了！可是当楚风真的来到地底深处之际，楚风却是脸色大变，并不是说楚风找错了，恰恰相反，楚风是找到了。这里有着一座结界阵法，非常强悍的阵法，不是简单的封印阵法，而是一种束缚阵法，能够利用那毒物力量的阵法。但是眼下这阵法的力量早已不在，那毒物也是不在，这阵法被破了，那毒物逃脱了，那毒物破开了阵法。但是依照楚风看，他没有离开毒魔谷，因为此刻楚风能够发现一条隐晦的线索，那是当初毒物离开此处时逃走的路线。而正是这个路线让楚风感到很是不安，那路线没有前往毒族，而是前往了百姓所在的村落，并且到了村落附近，那路线便断了，任凭楚风再怎么着也是找不到。毒物没有走，反而来到了村子附近，是在村外潜伏起来了。此
此刻楚风眉头紧皱，目光中闪烁着极度的不安。这是一个非常不妙的事情。那毒物如此危险，若是藏在村子附近，那村民可是要倒大霉的。于是楚风潜入了村民所在的地底深处，开始仔细的寻找那毒物的藏匿之所。可是楚风整整寻找了1日，却也未曾发现那毒物，这让楚风更为不安了。如果说那毒物没有藏在村子的下方，那就只有2种可能。第一种是当初毒物破开结界后，身负重创，力量不支，很可能还未靠近村中就已经死了。这样一来，就可以解释为何毒物留下的路线还未靠近村子就消失了。若真是这样，那便万事大吉，整个毒魔谷都不会再有危险。但还有第2种可能，那毒物藏匿在了村中，因为那毒物究竟是什么样子，楚风也不知道。但能够确定的是，那毒物若是活着，定然是很厉害的存在。也许它能够伪装成某个物品，也可能伪装成某个人，就这样一直藏在村中。若真是这样，那危险的不仅是村民，还有毒族，整个毒魔谷都很危险。因为之前火线奥义术也说过，毒物本就具有杀性，并且被毒魔束缚了这么多年，消耗了他那么多力量，他的杀性肯定更重，怕是恨意滔天。若是让他出事，必然会大开杀戒。而现在他已经逃脱出来，但却并未大开杀戒，还是只有2种可能：一种是他死了，一种就是他未死，可却实力大减，还不是毒族的对手，所以他才潜伏起来，暗中修炼。楚风来到村外，用天眼挨家挨户挨个人的观察，可却没有发现任何异样，这让楚风很是无奈。假如说那毒物真的隐藏在村中，那他隐藏的手段也太高明了，竟然连楚风都发现不了任何破绽。不会吧？楚风又仔细分析了一下，可是分析之后，楚风的脸色又是一变。他分析的是，那毒物破开结界的时间应该是10年前，也就是说，无论是那毒物是化作人还是物，都应该是10年前进入村中的。但是除此之外，楚风还想到一种可能，那毒物会不会不只是伪装成某个人，而是伪装成某个婴儿降生于世？毕竟伪装成他人，因为不知道那人的过去，很可能无法融入村民的生活中。但若是伪装成婴儿降生于世的话，就是从零开始，这样也不会有人怀疑什么。若真是这样，楚风最先想到的可以之人便有一个，那便是狗蛋儿。狗蛋儿刚好10岁，并且长得奇丑无比，丑的另类于正常人。可是人的长相往往遗传于父母，狗蛋儿的父亲虽然谈不上是俊美的儿郎，但却也算是个正常人，最起码没有丑到那么无法无天。而狗蛋儿的母亲已经死了，所以楚风没有见过，但楚风相信狗蛋儿的母亲肯定也不会奇丑之人吧。如若不然，狗蛋儿的父亲怎么下得去手呢？还有一点，那就是狗蛋儿非常的渴望离开五之圣土，在短时间内就多次与楚风说过，能不能带他去五之圣土看一看。这种渴望虽然村民们都有，但是与狗蛋儿同龄的孩子之中却很少有。这么一看，狗蛋儿的确是一个另类。想来想去，楚风越来越觉得狗蛋儿很是可疑。但是楚风真不希望这是真的，虽然接触时间很短，但楚风却对狗蛋儿这个孩子的感觉不错，觉得他不坏。楚风真的不希望狗蛋儿和那毒物扯上什么关系，毕竟那毒物是那样的危险。于是楚风便找到了狗蛋儿的父亲，想要在狗蛋儿父亲那里了解一些情况。而刚好狗蛋儿的父亲没在的村内，而是在村外那种植毒药的地方，他正在采集毒药。神人，您真是活佛在世，拯救了我们啊！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您才好，要不然我以身相许吧。狗蛋儿的父亲看到楚风从天而降，赶忙扑了过来，看来他的心情真的很不错，竟然还与楚风开玩笑。不过看到这样没有正形的狗蛋儿父亲，楚风却很是高兴，至少狗蛋儿这一点很像狗蛋儿的父亲，这说明虽然长相未能遗传，但是性格却遗传了，也减少了狗蛋儿是那毒物的可能性。狗蛋儿父亲，毒族不是已经恢复你们的自由，为何还要来管这些毒药呢？楚风问道。不管怎么说，这些毒药都中了，总不能让它就这样烂在地里吧。我想着还是将已经成熟的毒药收走，最后再孝敬一次毒族吧。狗蛋儿的父亲笑着说道。看不出来你还是个有心之人。楚风笑道。那你看了，别看我这个人大大咧咧，其实我细心的很。如若不然，当初狗蛋儿他娘怎么可能爱上我呢？一点也不吹牛逼的说，狗蛋儿他娘当初可是我们村里的村花啊，多少人惦记着，多少人与我竞争过，不过可惜全都败在了我的手中。狗蛋儿的他娘最终还是被我搞到手了。嘿嘿，狗蛋儿的父亲很不谦虚的说道。这么说来，狗蛋儿的母亲是一位大美女哥？楚风问道。那是自然，谈不上美若天仙，但也绝对是倾国倾城啊。狗蛋儿父亲说道。那狗蛋儿这孩子怎么长成了这个模样？楚风感叹道。谁说不是呢？狗蛋儿这孩子长得真是不像我，更不像他妈。当初生出来，村里的人都说狗蛋儿不像我亲生的，但狗蛋儿不是我亲生的，又是谁亲生的呢？村里这么多人，没有一个和狗蛋儿长得像的，所以啊，他还是我儿子，还是我亲生的。提及此事，狗蛋儿父亲也是一脸无奈。有一件事我不知当问不当问。楚风说道。神人，您是我们的恩公，千万别这么说话，您想问什么就问什么，能与您聊天是我的荣幸。狗蛋儿父亲很是诚恳的说道。狗蛋儿的母亲是怎么死的？楚风问道。为了向毒族交够足够的毒药，狗蛋儿的母亲在怀狗蛋儿期间也在种植毒药，可能毒气入体，在生狗蛋儿之时便中毒而死。说起来，狗蛋儿长得丑，可能也与此有关。提及此事，狗蛋儿的父亲有些伤感，显然狗蛋儿母亲之死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难以忘怀的痛。那村中这种事情发生的多吗？楚风问道。多，村中之人常年与毒物打交道，哪怕身为修武者，可是身体却也很弱，产胎之时死去的不止狗蛋儿他娘一个。但说起来，像狗蛋儿他娘这样死的那么惨的却没有。狗蛋儿父亲说道。惨？怎么惨了？楚风问道。
毒气入体，将狗蛋儿生出后，全身都被毒气腐蚀了，连尸体都没保住。话到此处，狗蛋儿父亲面带苦笑，可是眼圈却已经红了，而楚风的心中则是更加沉重。经过这番询问，种种迹象都表明狗蛋儿母亲的死乃是特殊案例，而这则大大的增加了狗蛋儿是那毒物所化的可能性。狗蛋儿他爹，若是我能带狗蛋儿离开此处，带他去武之圣土，你愿意让我带他走吗？忽然，楚风问道：“神人，真的，您可以带狗蛋儿去武之圣土？您若是狠的，能带狗蛋儿去武之圣土见见世面，我真是感激不尽，今生无以为报，来生做牛做马，我都愿意。神人，我给您磕头了，跪谢您的大恩大德。”听得此话，狗蛋儿父亲顿时大喜，激动的痛哭流涕，说话间就要跪在地上向楚风磕头。狗蛋儿他父亲，你不必这样，此事还未确定，但若是能够带狗蛋儿出去的话，我一定带他出去。楚风搀扶起了狗蛋儿的父亲，但是心中却颇为复杂。楚风之所以想带狗蛋儿出去，并不只是为狗蛋儿的前途考虑，其实更多的还是因为楚风觉得狗蛋儿很可能就是那毒物，将狗蛋儿带出此处，能够让村民以及毒族之人安全一些。不过楚风也不能够确定是否就一定能带狗蛋儿出去，究竟能否成功，不是取决于楚风，而是取决于毒香玉所说的秘法。楚风忽然间，一道声音响起，顺声观望，毒万物正站在天际之上，神情冷漠地看着楚风，说道：“香玉大人，叫你过去。”知道了。楚风知道1日时间已过，想必是毒香玉已经准备好了那秘法所用的材料。果不其然，当楚风回到毒族的那座宫殿内时，毒香玉已经准备好了一切。楚风小友，这便是我所说的秘法，你仔细看一看，相信以你的结界之术，布置起来应该不难。若是你布置有难度，我也可以帮你。毒香玉说话之间，取出一副卷轴以及一些材料和毒药，那卷轴上详细记载了这秘法的使用方法。说的简单一点，这秘法其实就是一种结界阵法，加上特殊材料以及用毒之法的混合阵法，但是施展开来的话，却的确能够在短时间之内让毒万物与楚风一样获得百毒不侵的能力，可以说非常的玄妙。至少这种方法楚风并未掌握过。当然了，这秘法之所以会有这种效果，那毒族之人特殊调制的毒药以及材料也都是很大的帮助。值得一提的是，这秘法的确可以同时给2个人使用，也就是说楚风不仅可以带着毒万物离开，也可以带着狗蛋儿离开。所以此刻的楚风心情倒是不错。楚风小友，有一件事我还希望你能够帮帮万物。忽然卢香玉说道：“前辈请讲。”楚风说道：“当年老祖进入此处之前，在武之圣土的五毒山内种下了一只蛊，那蛊乃是万毒所化，并且凝结了阵法，在五毒山内孕育，对万物日后的修炼有着大用。如今想必那蛊已经成熟，若是将其取回来，便可让万物修为大涨。所以我想麻烦楚风小友帮着万物将那蛊取回来。”卢香玉说道：“不知此事可有危险？”楚风问道：“实不相瞒，有危险。”卢香玉说道：“前辈，我只答应将毒万物带出去，可没有答应过帮他去找什么蛊。”楚风开口拒绝，身为界灵师，他也是知道所谓的蛊是什么。蛊分很多种，但是往往都是用很凶残的手段，用很邪恶的东西炼制的。开蛊有风险，这风险可大可小，但楚风觉得毒魔孕育了15000年的蛊，绝对是风险极大的一种。楚风不想冒这样的风险。楚风小友，你放心，这件事没有你想的那么危险，毕竟你是界灵师，还是蛇纹级黄袍界灵师，我知道你的结界之术很高明，对付那只蛊应该不难的。毒香玉笑着说道：“前辈，晚辈的结界之术的确还可以，可是毕竟修为不高，为了避免万一，不如我将你与毒万物一同带出去，你帮他取回那蛊不就好了？我答应将你们带出去，再将你们送回来，然后再将毒万物带出去，你看这样可行？”楚风说道：“楚风小友，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不瞒你，我能活到这个岁数，其实是依仗着老祖留下的一些东西。离开毒魔谷，我活不过1个月，将必死无疑；但留在毒魔谷，我至少还能活10年。”卢香玉说道。楚风觉得毒香玉不像是在说谎，考虑到在这里得到了火仙奥义术，楚风左思右想，决定还是冒这个风险，帮毒万物一次。况且楚风小友现在已经由不得你了，说实话，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了，只要你还想活命的话。可就在这时，卢香玉的脸上却忽然掀起一抹诡异的笑容。你这是何意？听得此话，楚风顿时变得警戒起来。之前你去传承走廊时，我给你那玉佩，不仅蕴含着我毒族的气息，那还是一种特殊的毒药——蛊毒。如今蛊毒已经进入你的丹田，1个月之内，若是得不到我的解药，你的修为必废。毒香玉说道。蛊毒。听得此话，楚风赶忙开始查探身体，发现那玉佩早已化作气息，消失不见，但他却并未发现他的身体有何危险。前辈，你是在开玩笑吗？这个玩笑可并不好笑。但是楚风依然很是谨慎，因为他从这毒香玉的目光中看出，对方这话可不像是在欺骗楚风。楚风，我可不是在吓唬你，我知道你百毒不侵，但是这蛊毒可与寻常之毒不同，它既是毒亦是蛊。你若不信，我叫你一个法诀，打出这个法诀，你再感应你的丹田，你便可以感应到这蛊毒。毒香玉说话之间，便为楚风示范了一套法诀。见状，楚风也不敢怠慢，赶忙按照毒香玉的法诀做了一遍，随后便去感应自己的丹田。这一感应，楚风顿时眉头一皱，目光一闪，因为他惊愕地发现，在他的丹田之内，竟真的有一个异物，那不是毒物那么简单，而是一个非常有破坏性的东西，并且还具有生命。如今就潜伏在楚风的丹田内，这东西若是觉醒，便能破坏楚风的丹田。难怪毒香玉会说，若是他不给楚风解药，楚风的修为就要被废。前辈，我楚风真是错看了你，您还真是够有前辈的样子。此刻，楚风冷笑一声，随后脸色也是阴沉了下来。
说话也极具讽刺意味。他是真的生气了。他尽管早就对毒香玉有着一些防备，但却没有想到毒香玉竟然这样阴险。毒香玉不愧是活了万年的老怪物，无形之间就摆了楚风一道。楚风小友，你可以记恨我，但请你不要记恨万物，不要记恨毒族。我这也是无奈之举，就是怕你不帮万物，你帮着万物把那股带回来，我立马给你解药，绝不食言。毒香玉说话之间，竟扑通一声跪在了楚风的面前，举起右手说道：我毒香玉对天发誓，若是楚风小友帮了我毒族这一次，我却还不做对不起楚风小友之事，我毒香玉便万劫不复，永世不得超生。面对这样的毒香玉，楚风也真是非常的无奈，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其实毒香玉还没那么坏，如果他真那么坏，完全可以一直威胁楚风，根本没必要向楚风下跪，还对天发誓，并且此刻苍老到不能在苍老的脸上还流露出了极为痛苦的神色。这样来看，他其实也很纠结，内心也在挣扎，想必他也是不完全相信楚风，为了以防万一才给楚风下了毒。但同时他其实也很内疚，感觉对不起楚风。前辈，你起来吧，我答应帮这个忙。楚风将毒香玉搀扶了起来，说道：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你尽管提。毒香玉说道：既然这秘法可以带2个人出谷，我除了毒万物外，再带一个孩子出去。楚风说道：孩子？哪个孩子？叫什么名字？毒香玉连续问道。是村里的孩子，挺普通的孩子，叫做狗蛋儿。楚风没有说实话，楚风怕说了实话，毒香玉会立刻杀掉狗蛋儿，以除后患。尽管楚风知道狗蛋儿很危险，但楚风觉得狗蛋儿其实像是个好孩子。先不说楚风还不能确定他到底是不是毒物所化，就算他真的是，楚风觉得只要好好引导，狗蛋儿很可能也会走上正途。所以楚风只是想带狗蛋儿离开此处，却没有想过除掉狗蛋儿。这个可以，反正我这秘法可以带走2个人走，你想带谁走都可以。毒香玉说道。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启程？楚风问道。准备一下，明日就启程吧。毒香玉说道。好。楚风点头应下。此事定下，楚风并没有留在此处，而是返回了村中。他想在谷中逗留的最后一天，与村民们住在一起。令楚风意外的是，一直对楚风有敌意的毒万物，竟然非要送楚风一程。且来到村外之际，毒万物还满含歉意的对楚风说：楚风，抱歉，我真没想到香玉大人给你的玉佩会是蛊毒。听得此话，楚风真的是很意外，因为毒万物不仅说出了这样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此刻他的脸上也是满怀歉意。而眼下楚风也忽然想起，先前毒香玉跪地发誓的时候，毒万物并没有去搀扶毒香玉，这不像是毒万物做事的风格。而现在毒万物的举动似乎能够说明毒万物为什么不去阻止他敬仰的前辈发那样的毒誓了。想必他也觉得自己的香玉大人做的不对，打心里不认同这种做法，所以才没有去阻止毒香玉。不管怎么说，从你嘴里说出这种话，我还是感觉很意外。楚风笑着说道：这次是我毒族欠你了一个恩情，日后我会还给你。毒万物说完这句话便离开了。看着这样的毒万物，楚风也是微微一笑。毒万物虽然有些冷酷，并且之前想置楚风于死地，但那只是立场的问题。其实毒万物是一个直来直去的性情中人，至少没有狡诈的心机。若是可以，也许楚风能与他成为朋友。毒万物虽然走了，可是只要想到自己的丹田内忽然出现了一个随时都能破开丹田的蛊毒，楚风的心情便顿时低沉起来。楚风忍不住再打出那个法诀，去查探那蛊毒的情况。可是这次查探，楚风也是目光一闪，眼中露出吃惊之色。虽然那蛊毒还在楚风的丹田之内，但楚风惊愕地发现，那蛊毒的力量比之先前已经削弱了许多。楚风又仔细观察，这才发现这蛊毒仍在被继续削弱，并且还是在不触发那蛊毒的情况下削弱的。这样下去，这蛊毒根本就不用什么解药，就将被消除于楚风的体内。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不是楚风自己，而是楚风丹田内的神雷，也就是楚风的传承血脉。看来毒香玉是没办法再拿蛊毒之事威胁我了。发现这一情况，楚风心中的压抑顿时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欣喜。自己的传承血脉不仅霸道，也很聪明，没有直接与那蛊毒对抗，想必是知道蛊毒一旦触发，楚风的丹田就将被破，修为也将不保，所以便是在无形之间削弱蛊毒。想必待蛊毒发现不对之时，早就大势已去，要被楚风的传承血脉给吞噬炼化了。这样一来，哪怕蛊毒依然在楚风的丹田内，但楚风也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因为这种事情不用楚风出手，楚风的传承血脉就足以应付。虽然你们对我不仁，但我不准备对你们不义，这个忙我既然答应要帮，就一定会帮到底。楚风看着毒族所在的方向说道。尽管毒香玉在楚风的丹田那种下蛊毒让楚风很是气愤，但楚风却也觉得毒香玉很是可怜，所以楚风决定，就算对方阴了他一道，他也还是要帮对方这个忙，就当作是拿走火线奥义术对毒族的补偿。随后楚风便直接来到了狗蛋儿的家中，狗蛋儿与其父亲都在屋内。神人，您回来了，我们可想死您了。看到楚风，这对父子俩顿时狂喜无比，尤其是狗蛋儿更是直接扑了过来，抱住楚风的大腿，很是激动地说道：神人，听说你要带我去五之圣土，太好啦太好啦，我终于能去五之圣土看美女哥。看狗蛋儿如此激动，再看着狗蛋儿他爹在一旁傻笑的样子，楚风就知道定然是狗蛋儿他爹这个大嘴巴已经将楚风今日所说的事情告诉了狗蛋儿。这狗蛋儿的父亲也真是可以，八字没一撇的事情他就告诉了狗蛋儿。这幸亏此事已经妥了，若是没妥，要楚风如何向狗蛋儿交代？狗蛋儿啊，这件事不是我能决定的，能不能带你去五之圣土，主要还是看毒族的意思啊。楚风对狗蛋儿说道。说话之时，他一直注意着狗蛋儿的情绪变化，
这一次与以往不同，楚风已经怀疑狗蛋儿就是毒物所化，所以他是故意用毒族激起狗蛋儿的恨意。那我是不是出不去了？毒族怎么可能让我出去呢？狗蛋儿表现得很紧张，就连双眼也是红润了，但却没有一丝恨意流露。此刻他的反应倒像是个正常的孩子，唯一不同的就是他比同龄孩子要坚强。虽然双眼红了，可他至少没有哭。不过我已经搞定了，明日你就能与我出发，一起去武之圣土。楚风笑着说道：“真的，神人，你不要骗我。”听得此话，狗蛋儿又顿时大喜，高兴的有些不敢相信，楚风所说的是不是真的？傻小子，神人岂会骗你？还不快感谢神人！而狗蛋儿的父亲此刻表现得比狗蛋儿还要高兴。正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没有一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爬得更高，走得更远，哪怕这途中也会离他更远，难见一面，但他也是心甘情愿，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更有前途。确定此事后，狗蛋儿真的是激动坏了，为了感谢楚风，说什么也要陪楚风一起睡，这让楚风很是无奈。长这么大，楚风还是第一次和男的同睡，尽管是一个小男孩，但楚风还是感觉有些别扭。最让楚风无奈的是，狗蛋儿太能说了，那张香肠大嘴根本就停不下来。夜深人静之时，狗蛋儿他爹早已呼噜震天响了，但狗蛋儿还不肯睡，他的嘴还在楚风耳边絮叨着：“狗蛋儿，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帮忙啊？”忽然楚风问道，他发现狗蛋儿东扯西扯的，没有个正题，明显是兜圈子，有事想找楚风帮忙。楚风洞察力这么强，老一辈的想法楚风都能看透，就别说狗蛋儿这个小孩子了。神人真厉害，您简直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我的确有事想让你帮帮我，神人，您可一定要帮我呀，此事可是关乎我的未来。果不其然，楚风开口后，狗蛋儿挠了挠头，羞涩的笑了。什么忙？你这小子就直说吧。楚风说道。听我爹他们说，你是戒灵师，无所不能，那你能不能帮我改改样子，让我变得帅一点，这样翠花就会喜欢我了。狗蛋儿一脸羞涩的说道。臭小子，你这么小就这么色？楚风很是无语，他像狗蛋儿这个年龄可不懂得这些事情。我爹说了，找媳妇要从娃娃抓起，不然都被人抢跑了。狗蛋儿一脸认真的说道。但你知道吗？男人靠的是能力，而不是外表。楚风说道。我知道啊，所以我会努力修炼，但是小女孩嘛，都肤浅，她们都喜欢帅一点的，所以你就帮帮我吧，神人，你也不想我孤独一世吧？狗蛋儿楚楚可怜的哀求道。好吧，等离开此处，我再帮你改头换面，不然我怕你爹睡醒后都不认识你了。楚风说道。那神人，你是答应帮我了？狗蛋儿兴奋的说道。楚风点了点头，哈哈，太好了，神人最好了，来，亲口，滚开，亲你爹去。楚风抬手将那献吻来的狗蛋儿甩到了一旁，他可不想自己的脸上也沾满狗蛋儿的口水。而看着这样的狗蛋儿，楚风心中想的却是，狗蛋儿真的是毒物所化吗？还是说毒物10年前就已经死了？狗蛋儿身上发生的都是巧合，其实狗蛋儿根本就不是毒物。但不管怎么样，楚风已经带狗蛋儿离开，不管狗蛋儿究竟是不是毒物所化，楚风都决定照顾狗蛋儿。与此同时，在南宫地族内却发生着另外一幕。南宫地族内，南宫北斗、白眉仙人刚率领大军自外面回来，他们不是从别的地方回来的，是从万里天峰上回来的。万里天峰是什么地方？那里是雪发仙人的居住之所，他们兴师动众前往那里，为的是讨伐楚风。因为当日楚风被雪发仙人所救，他们都以为雪发仙人就是楚风身后的靠山。南宫地族不打算放过楚风，所以知道此事后，南宫北斗便立刻组织大军去万里天峰讨伐楚风。此刻的南宫北斗也将南宫地族所有元老级的人物都叫了过来，因为有一件事，南宫北斗要宣布。此刻南宫天龙、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南宫天凤4兄妹也都在。楚风已经死了，通缉令可以收回了。南宫北斗当众宣布说道。